今天在伊德利买的，有速暖，1分钟内就会变得很热。我来试试看哈。哦，这个可以蛮直觉的。这边还有萤幕。第一次在雪地车博，为了能够顺利的在雪地车博，我们先在我家门口测试一下。车上准备一些我自己在房间在用的发热毯。发热被，其实平常睡就是都还蛮保暖的。我晚上睡觉会把那个暖气给它关起来，没有吹任何暖气的情况之下，用这个发热被，再铺一层那个发热材质的那种发热毯，铺在床垫上面，睡起来蛮舒服的。那这一次因为车子里面不比家里就是车子里面跟冰箱一样冰，甚至于跟冷冻库一样。我现在讲话还会冒烟。我们有准备了一台这个小暖炉，今天去 Nitori 买了电热发热毯，那看了一下它的耗电量其实不会很高，它可以调比较低温一点，加上它本身的那个保温的材质，应该可以舒服的睡到早上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我还有那个发热背心，睡一个晚上看看。其实这样子整个房间的感觉是还蛮舒服的啦。一氧化碳侦测器。所以目前里面是还蛮安全的感觉哦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有在网络上再订购一个一氧化碳侦测器，下次就可以就是开着那个暖气睡觉看看哈。等一下最后来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再回来车上睡觉。早各位。车内真的蛮冷的，被子里面是蛮舒服的，这身体都不冷，只是说那个脸整个头好像一直被冻到，可能要准备那再厚一点的毛毛。在使用暖炉的时候，这个一氧化碳几乎是没有什么侦测到，有时候会测到大概7、8或是10 ppm， 浓度是很低的。因为我查了一下，人体可以接受到的一氧化碳浓度大概到300多 ppm， 所以这个浓度非常的淡算还蛮安全的。看了一下电量表，从晚上8点看了影片，里面的用电大概就是只有吃电灯。然后发热毯大概只有用了4%，还有96%，那看来应该是还蛮省电的，对，应该可以玩好几天没问题。里面超冷。今天在西藏的 Mount Resi 滑雪场教学，如果你们是初次学滑雪我会非常推荐这里。雪票的价格比热门滑雪场便宜很多，一日券6000，午后券3500日币。这里租的雪具品质也不错，不会太烂。我教过的滑雪场很多，只有在这里学生们的学习效果最好，原因是人很少，学生练习也比较没有压力。坡道也比较缓慢的速度让学生不会感到害怕，学习的进度就会更快哦。
我们现在车子停在西彰滑雪场旁边，不算旁边了，算是附近哦。这个地点我看了好久，因为我就发现一个很漂亮、很像小木屋的一间厕所，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，这里可以停20-30台车没有问题。如果以后我们要揪团开露营车来这边滑雪的话，应该会在这边过夜吧，因为这边平常没什么人，像今天就我一台车爆场，24小时提供厕所，这边也蛮安静的。旁边的 Seven 开车大概2分钟，非常的近。如果早上要去滑雪场开车大概20分钟哦，我觉得这个地点还蛮不错的哈。这2天都在西彰滑雪场教课，所以就决定在西彰这边住个2个晚上哦，睡在连库舍上面，因为还没有雪地里面车泊过，所以其实也是蛮紧张的。然后为了怕出意外第一天先在家里简单试睡一下，因为睡在家门口，所以如果有什么意外啊，还是缺什么东西，赶快回房间处理一下，比较不会有问题。经过第一天的试睡之后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还蛮舒服的。第2天我们就直接东西带一带，然后直接来这边车泊过夜了哦。准备东西蛮多的啦，有小暖炉，然后发热毯、电热毯，全身的发热衣，然后还有这个毛帽，这样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不会被冷到。其实车内温度早上起来大概-5度左右，但是不会觉得很冷，因为有电热毯，其实还蛮厉害。然后我自己有准备一个蛮大的一个电池啊，所以电力方面其实不用什么太大的担心哈。这也有准备一个小暖炉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。车上有这个一氧化碳侦测器，也不怕一氧化碳中毒。那现在已经吹到里面，温度已经吹到31度，还蛮舒服的。那等一下先去他的这个厕所上厕所刷牙，然后洗脸，准备来睡觉了啊！明天一早就要教课了哦，早点睡。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间厕所，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有暖气，哇，这个太舒服了。蛮干净的。下雪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从车子里面温暖的车子里面，然后走去厕所刷牙洗脸啊，这一段过程是比较痛苦一点。不过我也是蛮习惯的啦。刚看了一下电量表，从晚上8点开到这个停车场，然后看了影片，然后从8点到现在大概4个小时，里面的用电啊，大概就是只有吃电灯、发热毯，4个小时大概只有用了4%，还有96%，那看来应该是还蛮省电的，对，应该可以玩好几天没问题。准备睡觉了啊，大家晚安。
经吃完早餐了，现在要去教课了。这一台真的很好用，不知道台湾有没有？这一台真的是蛮好用的。使用的时候啊，旁边这里不会烫，这里也不会烫，就只有这边会发热，暖炉效果我觉得蛮好的。本来3、4度的车内的空间，就是吹了一下子之后就可以到20几度，非常的舒服。小小的，但是它的热效能却还不错。实际的测试了几个晚上啊，就是在使用暖炉的时候，一氧化碳几乎是没有什么侦测到，那有时候会测到大概7、8或是10 ppm， 浓度是很低的，因为我查了一下，人体可以接受到的一氧化碳浓度大概到300多 ppm， 这个浓度非常的淡，算还蛮安全的。我买的电池比较大一点，我买2048WH 的。那昨天的用电量只有用发热毯，还有电灯 USB 的充电，行动式的吹鞋子的干燥机。那一个晚上吹了大概20%，我觉得算还蛮够用的。那我们现在用开车发电超级充电，再把它充回来。那车程大概20分钟、30分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大概30分钟可以充到多少电？刚开始开车的时候啊，是280瓦左右。时间显示呢，还需要2个小时左右。开车开了20分钟后啊，瓦数来到了490瓦左右，已经充了94%，再6分钟即可满电了。只要每天都开车1个小时左右啊，就可以达到无限电量供应，真正的实现电力自由。